各位，全日空的宝可梦彩绘机，你们搭过吗？我搭过哟，绝对没在炫耀的意思。但我那么无私的人，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一次超级意外的特别体验。这集宝可梦谐音梗可能也偏多，这里先道个歉，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3、2、1，起飞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我刚刚才搭了 ANA 的787从香港抵达东京羽田，非常不错的体验。还没看的话，可以先去看一下。那我接下来呢，还准备继续飞往温哥华，搭乘的还是 ANA 的787。也因此，其实我原本是打算把这两段塞在一起开箱的。但各位，命运总是会在这种时候送上惊喜。没错，点进这支影片的你应该已经知道了，就是宝可梦的彩绘机。You know, this is why I love airplanes。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，可能被换机型，可能被升舱，也有可能遇到这种 unexpected 的飞机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冒险，成为新一代的宝可梦大师了吗？我来看看需要带什么。图鉴、钥匙、脚踏车、手机、行动网路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没网路，而且手机还刚好有 eSIM 的功能，这不就代表你可以使用 Silly eSIM 了吗？不过说真的，自从我开始飞来飞去之后，我自己是真的已经离不开 eSIM 了。你是不是也还在烦恼下次出国玩的行动数据到底要去哪里买呢？其实你只要用 Silly eSIM， 在出发前就可以全部在手机上搞定，一降落就能用，真的超级方便，流程也很简单。打开你手机里的应用中心，搜寻 Silly eSIM， 下载之后打开，选择你要去的国家跟方案，结完账再安装 eSIM， 等你到实际目的地再 Activate 就可以立刻开始使用了。什么？也太简单了吧！我知道各位宝可梦训练家都很喜欢抓 ，but here there is no catch。你不需要再花你宝贵的旅游时间拖着行李去排队买 SIM 卡，也不用担心在当地遇到那些看起来可疑到不行的诈骗。而且 Silly eSIM 的覆盖范围超过200个地区，价格也很实惠。不管你是用 iOS 还是 Android 都可以相容。Silly eSIM 可以选择适合你的套餐，抵达目的地后会自动连接移动网路，方案选择很多，无论是短期上网还是长期大量使用，从 1GB 到无限流量的方案都有，可以根据你的预算跟旅游时长做选择。最后 Silly 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，有问题不用担心。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？立刻前往 Silly.com/Ben 券，或使用优惠码 Ben 券购买 Silly 数据方案，即享85折独家优惠。安装前也别忘记先确认手机有没有支援 eSIM 的功能哦。OK， 很棒，我们都缓一下先。我们刚刚聊哪？哦对，还想要成为宝可梦大师吗？好啦，说到羽田机场，我在这里也没做什么，简单买了点伴手礼，跟随便逛了一下日本的小气候，差不多就要准备登机了。我今天搭乘的是全日空 MH116 波音7879梦幻客机。全日空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波音787的航空公司，全部加起来一共有88架，其中44架是不长不短的787-9，平均机龄大概在8年左右，距离中年期可能还差一点。那据我了解，目前全日空一共有2架的宝可梦彩绘机，一架是 EV 涂装的777-312 JA784A， 另外一架只是我今天搭乘的7879 8岁左右的 JA894A。 这里给大家一个挑战，你念得出这架飞机上所有的宝可梦吗？我会把答案放在影片的下面，是时候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宝可梦大师了。好的，来看看今天这架飞机的布局吧。3舱等的配置一共是有40席的商务舱、14席的豪金舱跟192席的经济舱，分别是787标配的121、232跟333的座椅布局。那一进入经济舱客舱呢，就马上被满满的宝可梦头电塞爆。哇，我也是已经等不及要被皮卡丘电了呢。而且还有一点让人注意到的就是 Boarding Music 播放的也是宝可梦的音乐哦。你不说我还真的以为我要踏上旅程成为宝可梦大师了呢。并没有。好啦，我今天坐的位置也比较特别一点，是位于 28A 的紧急出口位，是不是也刚刚好？普通的位置在上一集就介绍过了，所以这次介绍一点不一样的，我觉得也蛮好的，可以让大家多看看几个位置。那经济舱的椅子 feature 的还是 Saffron 5751的座椅，跟其他的椅子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上飞机时，椅子上就已经放好了毛毯跟枕头，枕头特别大一颗，枕头套也是使用那种可重复使用，摸起来舒舒服服的枕头套。毛毯的部分则是我在所有航空公司里用过最顺、最平滑的毛毯。看来今天可以睡个舒服的好觉了。而且各位别忘记，我今天是第1排哦，所以 legroom 碰不到底，对我来说就是1、2、3跟无限的差别。但我还是要再小小抱怨一下，虽然 ANA 的椅距真的很强，就连普通座椅都有34寸，但椅宽就真的差强人意了。17寸本来就已经有点偏窄了，我今天坐的这个位置，墙壁还有一点点凸出来，把手也是不可调整，死死固定住的。我只能说我的屁股不是自由的。I guess I'm not butterfree。
OK， 口袋妖怪烂梗，就顺便来看看位于墙上的 Literature 口袋里还能找到些什么吧。有 ANA 的头罩式耳机，2个有网络连接指示的清洁袋，紧急出口的安全须知跟787的安全须知。那如果你是坐其他位置的话，你的 Literature Pocket 就在遥远的那边了。再来就是把手这里，因为没有前面椅子，遥控器、娱乐系统跟餐桌通通塞在这个小小的把手里。餐桌要拿出来的时候是真的有点别扭，因为太挤，我每次拿出来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但空间有限，好像也没什么办法。餐桌本身是折叠式的，而且有一个可以固定杯子的洞。遥控器跟娱乐系统也没有比较好，遥控器在一个很讨厌的位置，拿出来很不方便，而且还动不动就会被腿碰到，真的是有点烦。娱乐系统也因为不是最新的系统，拔出来的时候很笨重，角度也歪歪的。但老实说，也没有到处真的多糟啦。9寸的 Panasonic 系统，下面这里可以找到 USB-A 的插孔，耳机插孔只是在把手顶部。使用界面虽然不是最现代的，但至少灵敏度很棒。娱乐内容也还算合格，有各种电影、电视、新闻、音乐跟飞行地图，让你在飞机上打发时间。就只是本来不是特别轻便的系统，突然要拿出来变成这种收纳式的电视，就会给人一种微微的笨重感。不知道这样形容贴不贴切，但对，基本上这就是这次 ANA 787紧急出口的座椅环境。其他一些可以补充的还有可以上下左右的头枕，787标配的电子窗，只有头灯没有通风口的世界，跟每个椅子下面都有了万能插座。整体来看还是很 OK 啦。最大的硬伤可能还是那有点可怜的椅宽，也许从数据上来说是正常的业界标准，但我坐的这个位置，墙壁跟把手的压迫感很强，这方面就真的可能连普通位置都不如了。所以在这边提供一些我自己的主观感受，让大家参考参考，毕竟可能也只是我的屁股太大了而已。Anyways， 飞机好像要开始倒退了，我们就好好的观赏 ANA 的宝可梦安全影片，然后踏上旅程，成为新一代温哥华地区的宝可梦大师吧。等一下见喽。Hello， 欢迎大家回来。我们现在人已经在飞行高度，在等飞机餐期间，我们先来聊个网路吧。ANA 的787都是配有网路的，而且全舱等都可以免费使用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经济舱跟豪金舱的话，只有到可以免费传讯息的程度。想要可以浏览网页，就需要付费或者选择搭商务舱。还有就是根据 ANA 的官网来看，看起来播放影片是没有办法支援的，所以这点也需要注意一下哦。此时此刻，餐饮服务也即将开始了。只要是日籍全服务航空，就永远可以期待飞机餐的部分。而且各位看看空服换上的制服 ，Pokemon Theme， 这就有点犯规了吧？是在暗示宝可梦其实是换装游戏吗？不好说。OK， 首先上的呢就是一包湿纸巾，没错 ，setting 的 tone 非常重要。然后在正餐来之前，会先提供一波餐前点心 ，ANA 的 Snack Mix Otsumami， 里面装的其实就是不同的 rice crackers， 卡吱卡吱，吃起来咸咸脆脆的，负责开胃。同时一起上的还有一杯饮料跟 Pokemon 的卫生纸，很可惜上面是皮卡丘而不是 Gumi， 因为照理来说 Gumi 才是那个 soft tissue。另外，饮料的部分我叫的是 ANA 的招牌 Kaoru Kabos 臭橙蜂蜜，这是我每次搭 ANA 都必点的饮料，清爽可口，酸酸甜甜，也是非常的开胃，而且还是 Pokemon 的杯子 ，This is unbelievable。然后在大家吃完餐前点心后，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这次的正餐喽。这次的选择有 Tori Teriyaki Don 跟 Beef Hamburg Italian Tomato Sauce。哦，名字也太长，空服会给你一张 menu 让你选，你也都可以在 ANA 的网站上提前查到这一个菜单。所以担心听不懂日文的各位，这点可以不用太担心。至于我选的餐，知道我的人都知道，我肯定是选照烧鸡肉饭喽。另外一个的菜名里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，来给各位看看，这就是全日空长途飞行的
飞机餐丰盛程度。一个主食，一个沙拉，一个前菜，2个前菜 ，cheese and crackers， 1瓶水跟额外的饮料。然后吃完上述的食物之后，还有哈根达斯的冰淇淋跟茶水可以喝。那虽然这样有点残忍，但这时候我就真的很想把北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餐拿出来鞭尸，特别是 United， 那飞机餐真的不知道在干嘛。这集之后也会上哦，所以想看的人也请记得订阅起来。OK， 有点跑题，拉回飞机餐，我们就先从沙拉开动吧。其实就是生叶子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沙拉酱对我来说有点太酸了，所以我就乖乖当兔子就好。再来是这个前菜 Steamed Chicken Pumpkin Salad with Ponzu Gelée， 是个我从来没吃过的神奇料理。但我本人呢是个超级南瓜爱好者，绵密的南瓜泥搭配一点柚子的酸性跟鸡肉的口感，是个很好吃的组合。真想跟空服再要一个。但我们别忘记还有第2个前菜 Yasai Namuru， 吃起来咸咸脆脆的，带着一点麻油香，非常之下饭。我觉得可以，我们把它吃光光。OK， 终于到主食时间，照烧鸡肉冻。I mean come on， 光是从外观上这道菜就已经赢了，5颜6色，光是用看的就让人好有食欲，而且在味道方面吃起来也完全没让人失望。鸡肉好嫩，一咬就断，你也煮到一个恰到好处。搭配有日式高汤味的蛋，还有经过调味的蔬菜，你可以想象这份主食大概只在我面前存活了5分钟，不拍片的话可能3分钟。而在吃完主食后，我也想特别提名一下这个奶酪。之前我一直觉得国泰的奶酪是我在飞机上吃过最好吃的，但这次我们有一个新的奶酪王了，吃起来不腻且浓郁，跟饼干真的超搭的啦，有点肥，但好爽。最后在大家吃的差不多的时候，空服就会趁这个时间再出来发哈根达斯的冰淇淋，还有热绿茶给大家喝。冰淇淋这次拿到的就是不会做的香草口味，绿茶也算是日籍航空的标配吧，之前搭日本航空也有得喝。但这里我比较想跟大家聊的是杯子的部分。大家如果有认真注意的话，会发现热饮的杯子是蓝色的，冷饮的杯子则是白色的，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冷知识呢？好啦，可能也还好，就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来快速总结一下这次飞机餐吧。我得说，这就是我目前在经济舱里吃过最好吃的飞机餐。除了日航吃的那次 ，I really can't think of any other 经济舱飞机餐 at this caliber。而赢过日航的决定因素，果然还是那个主餐，真的太合我的口味了。我现在只希望 ANA 可以学日航在经济舱里提供美酒，这样的话，我就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要求的了。OK， 各位，我现在肚子要爆炸了，来厕所解放一下我的肚子。如果说日籍航空的飞机餐是航空公司的巅峰，那厕所可能就会相对无趣一点了。厕所里除了最基本的马桶垫、杯子、ANA 的洗手乳、Kotak 跟可以调整水温的水龙头之外，大概也就只有那个可以冲屁股的马桶值得一提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本来还有点期待可以在厕所找到一些 Pokemon 的元素，比如说可以放一只水箭龟提醒你瞄准之类的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在乱讲话。但对，就是个比较没什么东西的厕所。我们还是顺路去 Galley 看看有没有什么零食可以拿吧。这里可以找到各种日本零食、饼干、香蕉跟饮料。我在这边啃给大家看，是因为我是个称职的 YouTuber。但如果各位在吃完刚刚那一大顿后，还是觉得饿的话，不用担心，这里随便你拿。我的话就真的要不行了，各位可以继续加油。空服把灯关掉了，我们就先睡一觉，然后等一下快要降落的时候再见喽。大家晚安。嗨，各位，我完全没睡，我真的太饱了。但随着太阳逐渐升起，看到空服又再次换上 Pokemon 的制服，我就知道我大概要变 Snorlax 了。但所幸的是 ，Pre-Arrival Meal 不会跟晚餐一样浮夸。ANA 这次提供的是这一盒有点可爱的餐盒，里面放了1小盒水果、1杯优格、1个垮送三明治、KitKat、湿纸巾、木质的餐具跟额外提供的饮料。是不是好像还是蛮丰富的？我们继续努力。为了让肠胃休息一下，这次直接叫了绿茶。再喝其他东西的话，我可能就要没了。水果的部分虽然很小一杯，但吃起来至少蛮甜的。我们要谅解，日本水果的价格可不是我们这种庶民吃得起的。再来就是这餐的主角，日式马铃薯泥培根生菜垮送。其实味道还可以，我没有到特别爱，因为有点冰冰的。但面包意外的不会很 soggy， 整体吃起来也是清爽的。唯一的缺点就只是咬起来嘴巴要张很大，吃起来有点狼狈，可能比较适合大嘴巴来吃。那到飞机餐的最后就剩下这个 KitKat 跟优格啦。KitKat 就是 KitKat， 正常发挥。但这个优格 OMG so good， 我第一次吃到口感那么像布丁的优格，而身为布丁控的我，这个真的超爽。吃着吃着它就没了，我感觉我可以吃10个。
那以上呢就是这次 ANA 的 Pre-Arrival Meal， 我是真的觉得蛮好的，但我感觉只要搭全日空或日本航空，就很难不去跟另外一家比。上次日航吃的第二餐是有提供餐盘跟金属餐具的，会比较有像在吃一顿像样飞机餐的感觉。所以要我说的话，我这第二餐会更喜欢日航，但 ANA 还是很棒啦，这点是不用怀疑的。看看加航跨大西洋的 Pre-Arrival Meal， 请问这到底是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呢，吃完这餐我们就会准备进入加拿大的领空啦。在降落前，还会看到空服拿着一只极具化的皮卡丘在客舱里走来走去，这就是彩绘机独有的了。你可以用这个机会好好跟他拍一张照，留一个纪念。同时，你也可以顺便跟空服要 ANA 的明信片哦。这就是所有 ANA 飞机都有的了，只要有搭就都可以问。话说，有人会想要吗？我有好多，可以到时候留言区抽一个人来寄。所以，如果想要的话，还不快留言留起来，爱你们哟！好啦，之后我们就一路飞回温哥华啦。今天温哥华天气真不错，整个北温跟 Stanley Park 都被我看光光。来快速总结一下这次 ANA 彩绘机的搭乘体验吧。虽然紧急出口位置的窄度让我小小失望，但 ANA 整体来说还是很优秀的。好吃美味的飞机餐，亲切注重细节的服务，加上这次人品大爆发，抽中彩绘机的各种宝可梦元素，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，也非常的开心。虽然我自己私心还是更喜欢日本航空，但 ANA 作为主要竞争对手，基本上也真的输不到哪里去了，一样都是世界最顶级的航空公司之一。这边我也想祝大家好运，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搭到宝可梦的彩绘机。在台湾的人类们，你们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华航的 A321neo 上面好了，机会比较大。这一家也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面，所以期待可以再一次相遇。最后感谢大家看到这边，以及各位干爹干妈的支持。如果也喜欢这种开箱影片的话，也不用忘记帮我按赞、分享、收藏、订阅。在开箱那么多全服务航空公司之后，感觉也是时候来看一下廉价航空了吧。下一集我们就来看看加拿大这边最大的 LCC Flair Airlines 如何吧。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